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就到了河南开封府了啊，去看看包青天办公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呢。从小就知道包青天包大人啊。检票进来就是这个菊花，哇，这也太美了，各种颜色的菊花。最近开封菊花展了。这是第一道门，叫做仪门。这门口啊放着一面大鼓，你用手敲啊。古代的时候，你不是有冤了啊，要开堂了，你就击这个鼓是吧？青天大老爷，这里面正对面有个开封府的印章，以前包大人他们公文上要盖这个章呢。继续走，这里面。前面就是那个升堂的那个大厅啊，正中间放那个石头，写着公生民，还有一句话叫做廉生威，处事公平，一生廉洁啊，当官的这个要义。哇，到这个大厅去看看啊，升堂断案的地方。哇，正大光明的匾就挂在正对面，这里面挺宽敞的呀。挑高也非常的高，哇！快看，这里有龙头铡、虎头铡和狗头铡。狗头铡专门铡那些偷盗抢掠啊，这个龙头铡铡皇亲国戚，虎头铡铡那些达官贵人啊。那个陈世美用的什么铡？陈世美为啥用龙头铡呢？他是皇亲国戚啊，驸马。哦。驸马要用那个龙头铡的，就长这样子啊。看电视上啊，那个包拯就坐在正中间这个座位上啊，断案了，旁边有展护卫保护他，两边还有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啊，然后还有一帮衙役呢，拿着沙威放在这里哈。威，还有开堂，对，威武就开始喊了，哎呀，挺有意思。走到后面再转一转去。走。中国历史几千年啊，才出来一个包青天这样的人物，哇！所以我们来到洛阳第一站，就先来看看包青天啊。走。这里就有一个蜡像，看包拯给这个平民百姓断案的啊。然后这边是恶霸，你看绑着绳子，还这样趾高气扬的恶霸。这后面有一个议事厅，这里面有一组蜡像的人物，正中间穿紫色的这个啊，就是欧阳修。因为开封府尹这个官位啊，很多人都当过，包拯的下一任就是欧阳修，就是正中间这个人。欧阳修也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文化人物啊，他穿紫色衣服的等级啊，就比两边的人等级要高一点。这是在这里议事的意思啊，就开堂之前，现在这里大家议论一论这件案子该怎么样办。我们这个时候来对了啊，这个菊花开得正鲜艳呢，拍照太好了。然后这个包公祠的最后面有一个很高的楼，站在那个上面啊，就可以俯瞰整个园区的景色。走，咱们上去看看去。我们爬到这楼的最高处了。哇，这上面看风景真不错，可以把整个这开封府全都一搜眼底。看，这就是这个开封府啊，最中间升堂的那个地方，这里有个假山，前面是一大片湖泊。但今天开封的天气是重度雾霾，雾蒙蒙的，看不太清楚。看这里有一个雕像，它是鱼的身体，牛的鼻子。不在鳌头。这个就是鳌的意思哈。摸摸牛鼻子，再往那边走。看，这里是古代时候考试的考场啊，这还原以前考试的地方的。这开封府以前中过20多个状元呢。这个肯定是个状元。摸摸人家就沾沾这个状元的喜气啊。我们正赶上有表演了，快看！哇，一会儿包大人就升堂办案呀。围着一圈游客啊，
最后去参观一下这里的监狱，在这里头呢。古代包青天办案的时候啊，犯人就关在这里头，离他上堂的地方很近啊。这里面还分了男牢房和女牢房呢，这个是男牢房，这个是女牢房，那边是死囚犯关的地方啊。简单看看这个女囚犯，女牢房。哇，里面好黑呀！是这样子，一个一个的小隔间，这都是重建的啊，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。这上头有铁丝网的，以前上面还挂着铃铛，犯人如果想逃跑的时候，这铃铛就响了，那个狱卒就过来抓回去了。然后这边看看那个死囚那个牢房啊，哇，这个门都比较低，还要低着头进来呢，就是低头认罪的意思啊。一个小院子，死囚的这个房间，好像还挺宽敞的嘛。这里面有唯一的一口水井，井口比较小啊，就是防止他们跳井自杀的。关到这死牢里面，估计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吧？太恐怖了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开封，这里是开封的龙亭景区。为什么叫龙亭？龙嘛，在古代就是真龙天子，就是皇帝，这就是北宋皇帝住的地方，就是北宋的皇宫啊。进去看一看，门票是35块钱。这里有很多故事啊，边走边讲。进来了，大家看中间有条笔直的路啊，这个是中轴线，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御道，皇帝才可以走啊，普通的大臣呢都是走两边。最前面这个就是皇宫了，金碧辉煌啊。这个地方没点历史知识，进来的话也看不出什么感觉啊。这里作为皇宫，有6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啊。5代十国的时候有4个，再加上北宋还有金，一共是6个。最有名的就是赵匡胤啊，赵匡胤陈桥兵变嘛，然后就在这边建了皇宫。现在走的这个叫玉带桥，以玉带桥和中间的御道为分界线。大家看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湖，把湖给分开了。这边叫杨家湖，这边叫潘家湖，这也是有故事的啊。潘家湖的湖水特别的浑浊，杨家湖的湖水就特别清澈，景色也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湖的这边住的是杨家将杨业他们家，湖的那边住的是潘仁美他们家。潘仁美陷害这个杨家将嘛，所以杨业在一次战斗中就失败了。杨业的老婆佘太君非常生气啊，就闯到皇宫里去告御状。但是潘仁美那时候是当大官的呢，皇帝也比较偏袒他，就没有怎么处罚呀。佘太君呢就非常的生气，他带领这个杨家将呢就搬出这个地方去了。当天晚上啊，就是电闪雷鸣，天宫下了一场大暴雨啊。第二天呢，这两边地就陷下去了，洪水就淹没了这两边了。因为杨家将就提前搬走了嘛，所以那边没有搬走啊，大家懂的。然后老百姓就都说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这边的湖水是清澈的，代表着杨家将他们家很忠诚啊。那边的湖水是很浑浊的，代表着潘仁美是奸佞小人啊，这个意思。这条御道特别长呀，古代的时候文官下马，武官下轿，全部要从那边走过来呢。到这里的时候就真正进入皇宫了，中间大门只有皇帝才可以走啊，平时的文武大臣都是从两边的小门进去。咱们也进去看一下，咱们走皇帝的这个门进去感受一下啊。朝门，北宋168年间9个皇帝都是在这里的皇宫。北宋的经济特别发达，当时占世界 GDP 的80%呢。现在是文物保护单位啊，这个龙亭。地址是原来的地址，但是现在的建筑都是清朝时候建的。有个大缸，这是防火用的，里面装的水。这个是乾隆御碑，这个也是清朝时候建的这个龙亭。很多人要问，以前的皇宫去哪了？在这地下8到10米埋的呢。
因为年代久远，战乱呀什么都毁坏了，再加上历史上黄河决口、黄河泛滥，那个淤泥啊沉淀，都把以前的城埋在下面了。开封有那个城落城的那个说法嘛，落了6座城啊，到顶了，顶上人很多呀。最中间这个就是龙椅，皇帝的龙椅呀，励精图治啊，这都是后建的，看一眼就行了。主要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哇，真是心旷神怡呀！杨家湖、潘家湖，最中间这条千年御道。大家看一下御道的这边有一个楼啊，我放大一点，就是这个楼。这个是樊楼，就是当时宋徽宗和李师师约会的地方啊。这个楼是北宋36名楼之首，最繁华的楼啊。因为这个楼离皇宫非常近，每天晚上呢，宋徽宗就换上便服，悄悄地溜出去和李师师约会啊。早上的时候呢，再悄悄地溜回来，开始上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以为谁都不知道啊，其实全开封的人都知道了。这件事呢，连宋江他们都知道啊，《水浒传》里就记载嘛，宋江有一天晚上算准了时间，专门在这个楼里面等着宋徽宗啊，见到了宋徽宗，而且当面呢向他表达了宋江他们想被招安的这个意愿，还是挺有意思的吧？大家看这个地方美不美呢？全靠导游一张嘴啊！如果你自己来呢，只能看到一个湖啊，一些建筑啊，但是它背后的这些历史故事才是吸引人的地方啊！刚才不是说这个开封城城落城，地下埋着好几层，就当年在这湖底清淤泥的时候，就无意中发现了埋着的那些城啊，就在这湖底。每次黄河水泛滥把开封城淹了的时候，只有3个建筑能露出这个水面啊，一个是那边的那个铁塔，从现在也能看到啊，也是1000年的历史了。那边还有一个佛塔，在火车站附近，然后开封府附近有一个延庆观，只有这3个地方能露出来。等黄河水退却的时候，黄河的泥沙覆盖了整座城市，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，然后道路啊、那些楼房啊，全都看不到了。就根据这3个塔的方位啊，就能慢慢的辨别出以前的位置来，很神奇吧？宋宫遗址。去这个龙亭的后面看一下，后面是北宋皇帝的御花园，环境很好，树木茂盛。我现在开封的万岁山，这里有个大宋武侠城，这里面的表演很有名啊，进去看一看，门票60。大宋武侠城，喜欢武侠这种感觉的，可以来这里旅游一下。喊拳喊得越高，这水喷得越高。在这边喊。一会儿在这个里面表演经典的3打祝家庄，门口有很多雕塑，都是水浒好汉。收兵，鸣金收兵，速速回城，回城啊！收兵！表演完了，全程20多分钟，看的人还挺多，看台上坐了好多人。
祝寿星车牌福吉祥的笑。让我们再给他感受一下，把这份幸福、快乐、吉祥传给我们家中。现在开始。哇，太美了！铁树银花。 哇，螺旋铁花！哇，这个票价很值啊，60块钱的票价，能看到这么多演出表演，太值了。一共是4组人在打，这边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每一组又是2个人。哇！ 中间2个人是光膀子呢。让今天的万岁山打上了彩虹之星，有您生活中最为难忘的回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，今天来看一看黄河。看我身后啊，黄河母亲河，这个河面好宽呐。黄河在开封这一段非常值得一看，因为这一段叫做地上悬河。 地上悬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黄河的河床比开封市市区高了7到9米，7到9米有2到3层楼那么高吧，感觉头顶上悬了一条河一样，所以叫做地上悬河。这地上悬河危害很大的，因为一旦它决口的时候，这河水就可以顺流而下，淹没开封了。历史上开封被淹了上百次呢，所以开封有一种说法是城落城，地下落了6座城呢。 因为它淹一次，这个黄河里的泥沙就淤积一层。在这里可能感觉不到它是地上悬河。我放一个示意图看一下吧，一目了然。从这个图上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，黄河的河床是高于开封市区的，所以黄河一旦决口，开封就遭殃了。这就是地上悬河了。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它呀。 我现在黄河岸边的堤坝上，每隔一段就会修一个这个堤坝，一连修了好几十个呢。看看黄河的河面啊，非常的宽阔，最宽的有好几公里长呢。黄河里面很多漩涡的，还有暗流，还有暗礁。为什么叫黄河？看一下这个水面啊，果然是黄的呀。再往下流就是兰考县，再流过济南，然后从营口汇入渤海了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往这边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上游不远的地方就是郑州，出了郑州的邙山，这个黄河水再也没有大山阻隔了，一路都是平原，奔腾而下。那里还停着一条船呢，看着像是旅游船。这个地方是黄河旅游区。 但现在没什么游客啊，这一片大的空地应该是黄河的泄洪区。与汛期来临的时候，黄河水位上涨，就会把这一块淹了。这一大片泄洪区应该是不能种庄稼，也不能盖房子，不能有人居住的，就是为了防止黄河水患给它留的这个泄洪的地方，特别长。下面我就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这段地上悬河吧。 空中视野看得很清楚。开封在历史上被黄河水淹了上百次，其中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次。第一次呢是战国时期秦国攻打魏国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然后是明末崇祯年间，官军围剿农民起义军，闯王李自成，决开黄河，水淹开封。再就是1841年道光年间，黄河决口。 皇帝派林则徐来开封这边赈灾，然后38年的时候，为了阻击日军，又把黄河决口又淹了一次开封。这几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。这边有个大叔在放羊啊，看看有多少头羊。40多个啊，40多个，2000块钱一只，40只，8万块钱。 这大叔带着8万块钱在黄河边遛弯呢，太有钱了！大叔你好。
比打工挣钱多了。打工，打一年不一定能挣8万块钱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开封的铁塔公园，看我身后这个塔，是不是感觉气宇轩昂、挺拔有力啊？这个就是开封著名的地标铁塔，它可是个有故事的塔呀。这个塔一共高是55.88米，它有13层呢。它是始建于北宋宋仁宗时期，就是开封包大人包青天那个时期啊，到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历史了。在这1000年历史中，它经历了37次地震、18次大风，还有15次黄河的大洪水，一直都没有倒，屹立不倒，而且还经历过小日本的炮火，一直都没有倒。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塔身现在其实有一点倾斜了。往这个方向偏了一点，大家仔细看，发现了没有？这边是东南方向，这边是西北方向。它北边有黄河，黄河经常泛滥，泛滥的时候就把这个塔就淹了，这下面几层就淹了，然后淤泥就把下面这几层给盖住了。我上网查了资料了啊，这个塔呢建造的时候其实是往西北方向偏那么一点点，和现在偏的方向完全相反。就是说它的地基是东南方向高一点，西北方向低一点，这样建好的塔呢就是往西北方向偏一点。当初设计建造的时候就是专门这样设计的，这样可以保700年不倒。现在已经将近1000年了啊，太厉害了朋友们。现在为什么往东南方向偏了？是因为常年刮西北风，这样吹一直吹了上千年，把它吹到反方向来了，有意思吧？从这塔下面往上看呀，哇塞，真的是非常的挺拔，非常的高，又瘦又长。每一块砖上面都有琉璃瓦，都刻的图像呢，刻的各种图像，有飞天的、佛像的，各种各样动物的、飞禽走兽的，很精致。这塔一共是13层，每一层8个角，角上面再挂上铃铛。风一吹的时候，叮叮当当的就开始响了。这个铁塔其实并不是用铁做的，它是用砖盖成的。为什么要叫铁塔呢？是因为塔身啊覆盖了一层褐色的琉璃砖，从远处看呢，就像是用铁做的一样，黑不溜秋的，所以当地人都叫它铁塔。这个塔是可以上去参观的，这里有入口，门票是30块钱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开封。这里是开封的天波杨府，杨府就是杨家将的府邸，因为在天波门的旁边，所以叫天波杨府。杨家将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吧？满门忠烈，进去参观一下，门票40块钱。杨家将血染疆场撼天地，父子兵前赴后继铸忠魂。一进门就是很大的一个照壁，上面写着天波杨府，正对面呢是一片湖泊。这个叫杨家湖，里面现在很多芦苇，然后有荷花，荷花马上开了。前面的位置很多古建筑，那就是清明上河园，那边就是古代的皇宫龙庭的位置。它这个杨府一共分3部分啊，最中间中轴线上就是杨业平时办公的地方，左边是他们家的私人花园，右边是练武场，就是平时杨家将练武功的地方。咱们先从中间这个中轴线上开始看一下。先看一下杨家将的人物关系，这是祖孙3代啊。第一代就是杨业和佘太君，他俩有7个儿子，老大是杨延昭，还有杨六郎啊、杨七郎之类的。然后第3代是杨宗保，也是很有名的，他老婆穆桂英。杨家祖孙3代啊，不光是男的，连女的也是女将，很厉害的。这个杨府最早就是杨业的府邸，杨业这个人作战很勇敢的，而且武功很高超。他每次和辽兵作战的时候，把辽兵都打怕了，辽兵见到他都叫他杨无敌。他是常年守在雁门关那个地方呀，在我们山西。这个房间里展示的都是杨家将使用过的兵器。最中间有一幅地图，是当时北宋时期的全国形势。可以看到北宋时期的地盘并不是很大，西边有吐蕃，西北有回鹘，北方有西夏和辽国。
由于幽云16州不在我们手里，所以当时山西和河北这一带就处于战争的前线了。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，云州就是大同这一片。这个石碑上还刻着杨家将的枪法，一共是63式。这个是杨府的主楼，叫天波楼，这里面还原了当时杨业和杨家将们排兵布阵的开会的一个情况，正在大厅里商议着对敌作战的方法。七狼八虎。说完第一代的杨业，再说一下第二代的人物。第二代7个儿子，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。其实杨六郎他并不是排行老六，相反他是排行老大的。为什么叫他杨六郎？这个名字是敌方给的，就是辽兵当时他们认为天上北斗七星第6颗星对他们国家很不利，所以他们就把作战很勇敢的老大叫做杨六郎了。这杨家还有4郎比较有名，有个戏曲叫《4郎探母》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讲的是杨四郎在一次战斗中失败了，被辽国俘虏了，但幸运的是辽国的公主看上他了，他在辽国就做了驸马了。有一次他母亲佘太君亲自披挂上阵和辽国打仗的时候，杨四郎知道这个情况，晚上呢就悄悄地跑出去和他母亲见面。然后佘太君就很生气地问他说，你怎么能去金国做驸马呢？那是我们的敌人，你这是背叛祖先认贼作父的行为啊。杨四郎赶紧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其实是去那边打探虚实了，刺探情报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。他母亲一听他这样解释，也就把这个误会解开了，一直都是冤枉他了。还有第3代的杨宗保和穆桂英，这个穆桂英作战也很勇敢啊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时间有限，就不多讲了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拜拜。